身手啊！早知你有这本事，老子还在这浪费时间钓什么鱼啊！1、2、3，只有3条鱼，还差1条。我看啊，是这闷葫芦气性大，打架打输了，自己生闷气。沈兄不上船吗？不行一处事，不是一路人。我没打算帮你，何必同乘一艘船？呀，唐狐狸，失算了吧？千辛万苦的闯楼，现在白瞎了。华鳞彩翅，燕江中以此鱼最为鲜美，只需火烤，无需佐料，方为上乘。阿谁？阿谁这就去烤鱼。且慢，炉火烟大，用这个。这是碧啸珠，摩挲生火，无烟无尘，佩戴于身还可驱寒护体。更重要的是，哇，好东西啊！你从哪搞的？那有树，小心！沈兄，我不是要你杀人，而是要你找人。你要我进剑王城？我要你收下碧啸珠。将秘影术练到这个地步，这天下也没什么地方去不了，怪不得你要请他帮忙。你说他早说要钱嘛，弄那么大麻烦干嘛？这蝶瓣重花也是，直接告诉我们不就完了？你错了，池云。沈兄要的不是银两，而是七宝重璧簪上的宝石。此簪曾是皇室至宝，上集7颗价值连城的碧色宝珠，碧啸珠便是其中之一。时人多有效法，蔚为流行。一阙阴阳之乱时，不慎遗落，遭人拆毁，变卖。自此，七宝散落各地，不仅难寻，更难辨真假。不过，唐某手中这一颗是真的。你解释给谁听呢？唐某恰巧知道，沈兄正在搜寻这7颗宝珠。只要沈兄答应帮忙，唐某同样答应沈兄，帮你一遂心中之愿。我沈某有2个愿望，比起这7宝重璧簪来说，我更想要第2个。只要沈兄应我，唐某必当周全。想要集全簪上7宝，就算沈兄是13楼的第1杀手，也难如登天。人在一无所有之时，就会发现自己无所不能。你还没问我第2个愿望是什么？沈兄为何不问我如何帮你实现愿望？我的第2个愿望，想杀一个人。是楼主要他与13楼无关，我的私事。江湖人称沈囊断魂。传闻，除了沈兄手中的剑鞭之外，还有一方秘境绝学，能将敌人困于心魔之中。
沈兄今日为何不用呢？今日我志在夺珠，不再杀人。哦，若唐某想要瞧瞧呢？若是唐某没猜错的话，沈兄要杀的那个人，可是身负往生谱的高手。沈兄难道不想知道，你的绝学能否杀得了往生谱传人？那你可要小心了。无忌，血月诛心。师出同门，逆影杀，浮光若梦。方舟，我一直不明白，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！接下来，该唐某听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。复仇的功法。迎着大黄金为我不死狂想。七宝重变三，可惜和他的伪装一样，都是虚伪丑陋的赝品。这续命丹倒是真的，你知不知道这么一颗小小的药丸，是医者尝遍百草，以身试毒，无数次九死一生之后的结晶，而你却将它装在恶心的赝品里。你这样的人，可配不上续命丹。原来是为了一个女人。你的眼睛
又无辜又倔强，真是越看越让我想起他。我改主意了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和你有些相似，看上去真诚又无辜。他就是用这些得到了你的信任，然后露出蛇蝎真容，毫不留情地夺走了你的至亲挚友，毁了你的一切。就好比今日，我们萍水相逢，素不相识，我却这样待你，如此算不算恶？我与他的仇恨，倾尽世间江河之水，也卸妆不清。阿言。若是世间真有公道，就让我亲手杀了你个官。方丈，什么才算因果？作者为因，受者为果。若有人因我而杀人，有无辜因我而受害，这算不算是我的因果？9月初3，购置茶叶烧酒若干。9月15，9月15是义父的武器。我与惠娘相处的日子很短，没有钱，但很快乐。这个是不是更好看？你喜欢就好。惠娘患有绝症，为了救她，我加入了13楼。惠娘，蝶伴春华开出的条件，5年内不得与惠娘相见。楼主要的，向来是别人负担不起的代价。为了救惠娘，我替13楼卖命五载，直到4年前，我与13楼约满，满怀欣喜，带着可以救惠娘的续命丹，离开13楼。可在黄河边上，遇到了那个人，那人毁掉了续命丹。也就是因为没有这续命丹，惠娘死了。人的生命又回来了。是我回来了。惠娘，惠娘，惠娘，惠娘！沈郎也随他而去。
留下来的便是如厉鬼魂魄一般寻他报仇的沈狼魂。为了报仇，我重回13楼，只为求他告诉我，那个仇人是谁。这一回，他又要了什么样的代价？惠娘的尸体。我将惠娘的尸身交给13楼保管。铁板重华将她封在琉璃玉棺中，让我时常能见到她。可每次见到她，都会让我想起我救不了惠娘。我认得出你的武功与她相同。他身上往生谱的功力，就是从我身上夺走的。那人是谁？人在何处？从前，他名叫刘演，是我的朋友。如今，他是风流殿之主，亦是我的仇人。他这4年在哪儿做过什么，我不在乎。不过接下来，他只会出现在剑王城。所以那个黑衣琵琶客就是刘演，这些事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？因为你不需要知道，刘演并不是你的仇人。所以这4年你上天入地的想要找到他，是为了治你那治不好的旧疾。找到刘演，夺回全部的往生谱功力，才可自救。刘演与你都会阴杀功，都会往生谱。那方贤主的死，也是刘演做的，对不对？我知道这些事情你不愿意说，可一个于气风就已经够难应付的了。此番入剑王场，再加一个刘演，更是9死1生的局。唐丽子，我拿你当兄弟，这一次你还是可以不回答，但我一定要还。方舟是我杀的。不可能！我早说过了，唐某不是好人，周地楼血案的凶手就是唐某。刘演视他如兄，也是因此而要杀我。这里边一定另有隐情，对不对？你是我兄弟，我清楚你的为人，你不是一个会滥杀无辜的人。你与刘演曾是朋友，若剑王城遇到，你该如何？旧日情谊已于4年之前了断，如今唐某时日无多，就算是为了自救，也该到我讨债的时候。今夜聊的旧事已经够多了。沈兄，英雄配好酒。好酒。怎么没了？太少了。多的是。
你神色不对啊。认识再没心没肺的人，被最好的朋友瞒了这么久，也不会开心吧？是因为他杀了方舟，让你失望了？老子早就知道，那姓唐的狐狸不是什么好人。江湖上的人总是要死的，死在谁的手上重要吗？就算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杀了方舟，但只要我知道他绝不是滥杀无辜之人就够了。老子是邪魔外道，他是妖魔鬼怪。你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咱们都是一丘之貉。有理。于气凤呢？你自诩邪魔外道，为何要对上他？因为那个姓于的就更是个坏人，打着名门正派的幌子，把反对他的人都说成了邪，混淆黑白，我就要干。和我与唐丽慈相比，你还算不上坏。老沈，你连做坏人都要争个高低啊？啊？不过他为什么总在看那本《三字经》啊？你不是第一个问这个问题的了。其实我也不知道。每当尊主听到这支曲子，便是想到那位唐公子了。小红，学得可还好？小红，你有恨过一个人吗？当然有过，人活在世上，怎么可能没恨过谁？尊主，你也是一样的吗？我本以为随着逝者长离，我心中的恨意便会减几分。可是到了现在，我却恨得更深。我听人说，如果恩怨长久深沉，便会在冥冥之中促使我们与那人相逢。那相逢又是为了什么？相逢，当然是为了离别。对了，相逢就是为了离别。前面就是剑王城了。这于老儿就喜欢臭血味，这运河宽的，哼，就能通上天了。剑王城的住民10万余，天下巨富万翘斋在此也开有分号，和于家素有生意往来。于气凤统揽着天下漕运，和那万翘斋多少都有合作之意。万翘斋我知道，好像是什么国瘴还是国臼的产业。宜阙阴阳死后还没几年呢，这万翘斋就已经富甲一方了。怪不得江湖豪杰都聚集于此，可光靠做生意，侠客们便能服音？自是不能。若提到剑王城，便不得不提剑皇于玄清，人称八风来移读此剑，百兵朝皇第1人，而他也是天都峰之战中诛杀一阙阴阳的7大高手之一。剑皇，乖乖，诛杀一阙阴阳，那可了不起啊！从那一战之后，一阙阴阳身陨，于玄清伤重难愈，选择在天焰剑壁自行兵解。兵解前，在天焰剑壁留下一道戒律，留有缘者得之。若非3年前，于气凤终于悟出西风斩荒火的真意，今日的剑王城，盛名难续。于家木剑节9月初7时，共历7日，开剑、试剑、验剑等诸项活动繁杂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今日恰好是开剑与试剑之日。
剑王城的气派可真足，周边5门18派的掌门都来了。这厉害！天下无敌，真是好剑！剑王剑，燕王剑，剑王不愧是吾辈一心憧憬的剑王高峰，果然不凡。是啊，也多亏于剑王不烈，才让我们这些毛小子有幸瞻仰。你看，这剑无比强大，我们何时才能变成像剑皇这么强大的人？我也不知道。剑王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来？确实有些无聊。师傅派我们调查于剑王不轨的线索，线索没找到，还要看这帮伪君子在这剑神力真是无可挑剔。一会儿的擂台肯定值得一看，看完之后，我们再去木剑节的凤凰大街上逛一逛，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。剑王到！剑王，诸位客气了。今日是余家木剑节，开剑首日，得诸宾临门，余某有幸。剑王哪里话，晚辈廷鹤能与其他群侠受邀前来，才是三生有幸。师兄说的没错，更何况今次木剑节，剑王还要以家传剑法西风斩荒火之武境来指点天下剑士，剑王之无私，更令在下敬佩。余某既得剑王之名，自当效仿玄清先祖，为武林后辈广开剑术之门，自是当仁不让。余家剑法有秘，若能择披江湖，当是余某大愿。开剑！此乃玄清师祖蕴藏在燕皇剑中的一缕剑气，诸位得此剑气滋养，实力必当更加精进。西风斩荒火，威势过大，恐伤同道。故今日剑台，余某便以其他招式应战，输赢不论，点到为止。剑王显圣，剑王气势，剑王显圣，剑王气势。剑王城时值木剑节，除合作船帮外，凡入内城须有请帖。我说你来晚了吧？人家都开剑了，现在进剑王城要请帖。看来还是来早了呀。什么来早了？你是来晚了。瞧我的吧。在下火云寨寨主池云，特来拜见于剑王，只是出门比较匆忙，忘带请帖了。还望各位兄弟行个方便。什么火云寨？没听过。这等小门派也敢来我剑王城蹭吃蹭喝，赶紧滚！池云啊，看来人家剑王城并未将你天上云的威号放在眼里。唐狐狸，要闹多大？那就要看天上云的本事有多大了。剑王城内禁止私斗。
们没有请帖还要硬闯。木剑节期间，唯有手持请帖者方能入城，天上云也不例外。我听说木剑节广邀天下英雄，现在看来也分3、6、9等了。回去领罚。是。弟子莽撞，还请诸位见谅。只是我剑王城规矩如此，诸位若是没有请帖，恕我等不能放行。那若是在下今日执意要进城呢？万鞘斋入城，闲杂人等一律退让。万鞘斋宝船到了，我看公子还是先行回避吧。风险浪急，正宜出行。周小人马，当心轻敌。张旭，要撞上！见过主人。你是万鞘斋主人？既然以唐立慈的身份进不了剑王城，那就只好借万鞘斋的请帖用一用了。方才不知公子是万鞘斋主，多有得罪，抱歉。不过在下不解，为何公子手持请帖，还要将事情闹得这般大？若是不将问题闹大，又如何能看出问题所在呢？统领，我们这是得罪万鞘斋主了。回去告诉于剑王，万鞘斋主生性怪癖，不喜见人，不用怪罪旁人。诸位，请上船吧。又被他撞到了。唐狐狸，你这也太……骄奢那个什么意了吧？你到底有多少钱？不知道，没算过。我记得你平时对做生意也不感兴趣啊。你现在经营万鞘斋，到底有什么打算？人活着，就一定要为了兴趣吗？唐僧，小的在。招待这几位朋友住下，务必要让他们宾至如归。小的遵命。不错呀，是，竟然撑得住于剑王一炷香的时间，当真了得啊！剑王厉害，承让了。
你资质不凡，只需勤学苦练，定有成就。哎，你看，剑王好心点拨他，一句话不说就走了，真是天赋好又有学武先学德。钟妹，你看到了吗？于剑王刚刚攻击的是他的要害，而且他的角度极其刁钻，得亏我们找了个好位置才能看到。若非那个灵兽台最后一下闪避，不死也得残废。武学之道深如海，天赋如同一叶舟，舟能载人也能覆人，切不可仅凭资质失了虚心，妄想一步登天。可是剑王为何要下如此狠手？或许是嫉妒吧。就是。还有谁想登台比试？主人，这是您离开万翘斋半年的账本。义父可有什么交代？国丈说，万翘斋的一切由您随意支配。对了，阿谁姑娘似乎对记账有些兴趣。小的明白了。斋主，阿谁姑娘求见。公子如今已入城中，为何不去剑王府？不必亲自登门。今日闹出的风波越大，关注到唐某的人就会越多。公子所指之人，不止于剑王。我来了，他就一定会来。怎么突然变冷了？是啊，下雪了。在下雪县子，久仰剑王之名，请剑王指点。雪县子，真的是雪县子吗？不会是假扮的？想不到风雪归尘，雪县子也来了。阁下是剑中高手，指点二字，实不敢当。这话说的倒也不错。剑王大人说笑了，余家10代剑王，而在下成名不过区数十载，我这浩雪岂敢与你的萤火争辉呢？口出狂言！此人当
真是雪仙子。我之前在江湖上和师兄见过雪仙子前辈一面，现在看来，确实是他。还请阁下不吝赐教。阁下说笑了，同是爱剑之人，不过切磋一二。请。那这一招，请剑王大人接好了。风雪归阵，当真是他？就看剑王大人能不能接住山人这一招了。看来，大家已经见识了于剑王的西风斩荒火。哎呀，不小了，不小了！败了，这是怎么了？果然是武林剑道之首，剑王于气凤，在下败了。这雪仙子，怕不是来砸场子的。这于气凤的西风斩荒火，果然是名不虚传，在下佩服佩服哈。西风斩荒火。阿谁姑娘，你先进去吧，唐某还有些事要做。好的，唐公子。沈兄，是时候了。我们走。天焰剑壁，这便是于玄枪的剑意，当真威严浩瀚。只可惜，空有此方秘技，却后继无人。这偌大的剑王城，早已被利益蒙蔽，否则又怎会沾染上星鬼九星丸？你带我来此处，为何？自是打草，为惊蛇。
剑王剑印。如非此界中人，为何踏足此界之地？舍却骨肉皮囊，入虚实之间，方见未来过去。晚辈唐立慈，请剑皇赐教。金铜额印，一阙阴阳，甚异。竟然还活着！既然如此，那便在此留下性命。如此奇妙，这是西风斩荒火。西风斩荒火。不过，怎么和方才于剑王使出的不一样呢？于剑王的剑意墨玄如印，此一道怎是朱红？你管它是什么颜色，这剑意威势震天，果真是雏凤清于老凤生啊！是，剑王，剑王，天焰剑壁有外人闯入，我等修为不可靠近，不知如何处置，还请剑王示下。于家最强剑法，竟被一个外人领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外人敢闯入，不知是何人？在哪儿来的宵小，竟敢擅闯剑王城禁地，真是胆大至极！还请剑王出手将其治罪，好好给那人立立规矩。我于家100年间广收门徒，为的就是让他剑道领悟，择披江湖。若真是有外门友人能够窥得1、2门道，也不枉先辈苦心。只不过西风斩荒火何等精密，未得多年勤学苦练，又岂能轻易修炼？是真领悟，还是假领悟？众目睽睽，咱们前去一看不就好了？对呀，还请剑王带我们开开眼界吧，是不是啊？既然诸位有此雅兴，那便随老夫会会这位擅闯禁地的勇士。走。兄妹，上面真的有人！诸位，此地罡风凛冽，还请稍待，待老夫前去请那位小友下来。可恶，又是止步于此。那人为何可以？这位小友，领悟剑意凶险，于某不便打扰，请转过身来。小友来我剑王城，不曾拜会，便私闯禁地，未免无礼。不管你用何等法子，
侥幸登上天眼剑壁，主人已至，总该回身面叙。是啊，头都不回，真没礼貌。竟然还是周地楼的弟子。方贤主深明大义，他收你为徒。一招西风斩荒火，你看清了，能不能学会，就看你本事了。不知后悔，不自量力。密语术，卧破13楼，沈狼湖。勉力登至此处，还想暗中伤人，剑王这个名号，你不配。我真诚的建议，高峰竟被死人的剑意压制消磨了。这不是西风斩荒火吗？刚才唐某那一招西风斩荒火，于剑王以为如何？果真是西风斩荒火啊！是为西风斩荒火呀！你没事吧5万两黄金，加上我闯楼才换来的人，不能陪在这里。我还以为看错了，真的是唐公子你。钟姑娘，钟妹，这便是你说的那位唐丽慈，唐公子啊。我认得他，适才在外闸口，就是他召来了万鞘斋宝船，他就是万鞘斋主。他就是万鞘斋主，这么年轻，就是他，他就是万鞘斋主。原来唐公子竟是大名鼎鼎的万鞘斋主。我在雁门提江青羽时，还未曾料到与阁下再次相见会是如此。刻意隐瞒身份，雇佣恶名昭著的江湖杀手，擅闯我余家禁地，可是为了干涉江青羽案而来。是啊，案件审理自有公断，唐公子怎能挟势弄权，咄咄逼人呢？对啊，还带了杀手，这是打算软硬兼施啊！于剑王一句话，岂能说错2件事？第一，捕获江青羽的是在下。唐公这么好的人，剑王不是说是他亲手捕获的曾青羽吗？第二，江青羽牵扯豪府血案，唐某是苦主，怎能说是干涉？公子是担心于某办案不力，于某自有线索，只是一人独判，不可服众。那剑王，不妨公开审问江青羽。对，公子，既然万鞘斋主
被牵出去的字，那公审才能服众。诸君说的没错，本就该当着武林同道的面公开审问。看来唐某来的正巧啊！有心之人自来的巧。后日木剑节琼台之宴，于某将公审江青羽，给天下武林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剑王城内人人皆可前来，共判奸恶，揪出幕后主使。好，好，唐公子，你敢来吗？剑王既敢，唐某有何不敢？小小尝法，把你吃来，好友。细雨芳歇，山僧眷侣，一盘起入心。好友素来喜欢清静，竟不知也会被红尘俗世扰动。要去赴剑王城的木剑佳节，我非俗世之人，心无挂碍，心无阻碍，来去随心。好友这次想了许久，有心事。3年前，你我与问其庭初议，此后便以其相交1年1会，虽称好友，我却一直看你不透。好友向法，法度众生，只是好友之所度，当真当度吗？6道3生各有缘法，遇见便是当度。
普珠但行救人时，无愧于心。看来，好友曾有过一些选择，于心有愧。随便说说，好友勿怪。你说的对。若有一人，不听不听，好友只有一个时辰在此暂歇，是来与我下棋的。好友是在故意让我。那便承让了。每次一起，好友总以红利护花，只是不知这世间若你者能有几人。只希望不要君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君而死。到底是干什么吃的？你们手眼通天，怎么会不知道唐丽慈是万乔斋主？白白让这皇口孺子夺得剑皇剑意，将风头揽尽。剑王贸然与唐丽慈定下公审之约，却只想着谁抢了风头。风流殿想控制本剑王，派一个白夫人还不够，现在派你来了。你只知道唐丽慈登天焰剑壁，却不知雪线子也是受他之托来刺探你的底细。难道剑王就没有意识到，你靠神丸强炼剑典的秘密已经被人看穿？你非但不知及时补救，反倒又入了他一个圈套。你做的蠢事，恐怕已经被他猜透了。尊主已经在路上，剑王若再无对策，你就等死吧。剑王，这是今日入城宾客的名帖。哼，唐丽慈确有筹谋，我未必没有对策。后日公审的并非江青羽，而是唐丽慈。只需向尊主借一名易容高手。朴柱先生既是奉命调查此案，那于某便直说了。此前于某审问江青羽时，他对身后之人不敢提起半分，只说他身后之人身份极高，一旦泄露，恐会株连九族。除了朝廷，谁能株连九族？其二，他说不止泰山周边，新鬼九心丸早已流通江湖各地。这天下除了万翘斋商路遍布天下，背靠朝廷。还有几人有着能力、有着通路，能在各地贩卖邪丸？你觉得是万翘斋在暗中售卖邪丸？正是如此。
于某怕是已经中了那当朝国舅万乔斋主的诡计，他正对于某不断施压，企图干涉江青羽的审判。于剑王，你在诱导在下。于某只是就事论事啊，在下只看证据。等公审那天，先生想要的证据便会公之于众。不必再等，在下现在就提审江青羽。现在，有些话人少时才说得清。毕竟手眼通天，商路通达之人，除却唐立慈，还有于剑王。清者自清，请先生随我来。里面请。万乔斋的宝船，当真是富丽堂皇啊！馅儿饼的油污弄脏衣服，仍是你洗。钟姑娘，啊，谁姑娘？你也来剑王城了？我差点没认出你。是吧？你也觉得阿谁变好看了？还要多谢钟姑娘当初在艳县救了我，看到你现在这样，我就放心了。古少侠，不必拘束。这位是天上云池云，这位是阿谁姑娘，这位是中原剑会的古少侠。幸会。所以，你们也是为了那什么劳什子剑王来的？是，只不过普珠先生已经被于剑王先请去了。请。请。怎么回事？神婚是你！你竟敢来剑王府杀人灭口！快叫人灭火，保护于剑王！是。老沈怎么还不回来？这火都灭了，他不会出事了吧？那里是陷阱。啊！意料之中。你被瞧见了？没有。